各位得罪誰也別得罪中国全国的网友啊！青岛的那个二逼大哥是吧？这个在那个美女拍照的时候去騷擾人家，然後呢騷擾不成羞惱成怒啊，是吧？他這個現場的表現的確是像個精神有問題的人，當地的警方也說這二逼是確實是個精神病，但是呢中國的網友不依不饒啊！中國的網友說你別被他精神有問題給帶偏節奏啊！很多人下意識的心軟，說算了，對方的精神不正常就別計較了。但是呢，中國網友說，你要是看過完整的這個視頻，還原真實過程，你們就會明白，這根本不是精神病突發失控，而是一場邏輯縝密、刻意挑事、借題發揮、精準找茬的蓄意的霸凌。所謂的精神有問題，純屬事後想出來的免罪借口、和稀泥的說辭。當地的警方啊，你們可別拿這個來忽悠全國的這些網友。這個男子不是無端的發瘋、無故罵人，他是主動清醒、有目的的上前搭話，邏輯全程在線。他第一靠近正在拍照的那個女遊客，條理清晰的連續提問，你這相機多少錢，什麼牌子的？整個過程語氣平穩，思維連貫，問答有序，完全是正常人的社交狀態，沒有胡言亂語，沒有行為錯亂，沒有情緒失控，半點精神病發作的跡象都沒有啊！矛盾爆發點就非常的刻意，完全是他的蓄意借題發揮。人家女子全程禮貌的配合回答，只是最後輕輕的說了一句，麻煩你不要打擾我拍照，就是這一句溫和的婉拒啊！這個二逼瞬間變臉，精準暴露，注意重點啊，他真的精神不正常，會是隨機爆發，毫無規律，但是他精準的卡在了被拒絕之後，立刻觸發了暴怒。暴怒之後，他的操作堪稱極度驚醒、極度理智，他沒有亂吼亂衝，而是立刻給自己找鬧事的理由，強行顛倒黑白，不承認自己搭訕打擾別人，反而倒打一耙，指責女生，你拍照影響我跑步，這是步道，你佔道了。但是呢，當地的公園管理部門不得已出來說話了，沒有規定那個步道上不能夠拍照，也不能放三腳架，沒有，我們沒有這規定。這個二逼邏輯閉環，話術完整，理由現編現用，目的性極強啊！最關鍵就是這個二逼全程的維權意識比誰都清醒，他辱罵圍堵恐嚇女生長達6分鐘，女生卑微道歉，連連求饒，甚至是跪求下跪，他依舊是不依不饒。同時他極其冷靜的主動要求報警，堅決不放手，一定要追責女生。哪個精神失控的人有這麼條理清晰、顛倒黑白，還懂得報警維權啊？哪個精神病能夠精準的挑軟柿子捏，被拒絕才發作，事後來搞個自保啊？全程所有的行為都是可控可選，有目的有邏輯的。真正的精神病發作是無差別無邏輯不可控的，而這名男子看人下菜，擇機發難，刻意霸凌，事後裝病，那一句輕飄飄的我精神有問題，把蓄意挑釁滋事洗白成病人發病，這才是全網該警惕的地方了。朋友們，我們看看中國的網友對此是怎麼說的吧。你能不能別給青島丟臉了？很多粉絲讓我講一下青島那個所謂的那個男人嘛拍照小姑娘那個事兒哈，我都懶得說他，因為正常人對瘋狗如果有過多的評價，我怕我都覺得膈應。咋的？小麥島你家買下來了，影響你跑步了是嗎？你愛跑不跑？最生氣的是揪着人家不讓走，跟個瘋子似的大吼，人家女孩一直在道歉，嚇得都說我給你跪下行嗎？他依然不依不饒，他還報上警了。你有理你還得得饒人處且饒人呢，對吧？別說跟個瘋子一樣，我不知道女孩子現在什麼樣在哪裡。如果你現在在青島，我去接你，我抱抱你，也許你能感受到一點兒。小姑娘人家就是過來遊玩，安安靜靜的站在這個步道上拍風景，就因為拒絕陌生男子的搭訕，對方一下子情緒就失控了，整個人像發瘋一樣，死死的擋在女孩的前面，不讓她走，當眾大聲呵斥，不停的糾纏辱罵，前後持續了將近20分鐘啊！各位，女孩子真的嚇得不輕，一直在道歉退讓，可這個男子絲毫
毫沒有收斂，步步緊逼，放下狠話還嚇唬人呢。大庭廣眾之下，公園裡也有路人，一個女生孤立無援，想走走不了，想躲躲不開，那種恐懼隔着屏幕我們都能感受得到。我都沒看完，很多人看完是不是特別的氣憤？公共的公園是所有人休閒遊玩的地方，不是某一個人的地盤。人家女孩子好好拍照，既沒有擋你的路，也沒有招惹你。拒絕別人搭訕，這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我不想跟你說話，我就是可以直接拒絕，憑什麼就會遭到這樣的圍堵跟羞辱？網上有人說男子精神有問題，對嗎？但是話說回來，精神狀態不能成為當眾騷擾恐嚇別人的擋箭牌。如果是精神病，趕緊掛到精神病醫院。普通人出門遊玩，誰也沒有義務去承受別人的壞情緒，更沒有義務去包容無端的惡意。這件事也給所有出門在外的人，尤其是獨自出行的女孩子，敲響了一個警鐘。在外面遇到這樣情緒失控的人，千萬不要跟對方去爭辯講道理啊！不要試圖去說服一個瘋子，第一時間打開手機錄像，保存證據，想辦法往人多的地方挪，立刻報警求助。不要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告訴你，你的忍讓只會助長對方的气焰。公共場合的騷擾不是什麼小事，人身安全永遠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說，我們都希望在外面出门遊玩，遇到的都是善意，但是現實告訴我們，危險有時候來的真的毫無徵兆。尊重別人就是做人最基本的一個教養，就算被拒絕，是不是你應該守住做人的底線，不能把火氣撒到一個陌生人身上？也希望每一個人遇到這個騷擾的時候，不要害怕，大膽的站出來保護自己。還是那句話，大家不要對青島有任何的這個看法哈。有什麼地方呢也有壞人，什麼地方也有好人，所以說還是歡迎大家來青島玩。又學會了個新詞兒，違規占道拍照，城市特色嗎？城市獨有嗎？啊，上你們那嘎旅遊需要注意什麼？別在大江，別拍照，別獨自前往啊！遇見搭訕您得熱情，遇見搭訕您得奔放，尤其遇見大哥這種膀大腰圓、惡語相向，一瞅就不是啥好人，還問你家在哪兒，然後上升到威脅、辱罵5-6分鐘都不帶歇口氣，條理非常之清晰的精神病患者，我的媽，你都得拉他一起拍，這都屬於他媽名勝古蹟了啊！還給他起個非常好聽的名，叫搭訕未果拒絕惱羞成怒。那到東北来看，它是什麼？就是聊騷啊！你聊完騷之後，我跟你說，你讓人揍了，滿地找牙，哭唧赖尿，你都不好意思喊冤。咱说算个爷们儿吗？啊，你是怎么好意思在自己土埋半截嘛，一口气上不来，都容易嘎咕的年紀去聊騷一個孩子的呢？啊，一聽那小姑娘歲數都不大啊，都夠忍讓夠退讓的了。結果可倒好，你在那公園啊，就罵人5-6分鐘不算，都追到人評論區了。你說他有病？哎呦我的媽呀，我都覺得我們有病了。啊，有病就能解決問題啊，有病就能掩蓋自己犯的一切罪惡啊！他沒有監護人吶，你明知道有病，為什麼要放出來？就養狗，這狗有狂犬病，放出來咬人，主人他不擔責嗎？啊，你對一個陌生人辱罵5-6分鐘，你不違法嗎？啊，你官方關閉評論區，你這是解決態度、解決問題的態度嗎？我昨天刷視頻都給我氣完了，真的啊！旅遊城市，咱是一般吧，說人素質不行，你別上升到城市。但是你瞅瞅，從這個事開始到現在的解決問題啊，我的媽呀，我真是對你們刮目相看吶！就因為說了一句別影響我拍照，女遊客竟然被逼到要當場下跪道歉。一句話是怎麼能夠讓對方破這麼大的防？根據紅星新聞8月20號的報道，這件事兒發生在某地一個網紅海邊公園，被辱罵的女子是一名遊客，她隨身攜帶的拍攝設備記錄下了事情的經過。事發當天，女子拿着相機在步道旁拍照，一名穿白色背心的跑步男子主動湊到鏡頭前面，開口就問：“這是個相機嗎？多少錢？”女子回答：“3000多。”男子又追問：“什麼牌子的？”女子沒有再多說，只是客客氣氣提醒了一句：“不要影響我拍照，謝謝。”就這一句帶了謝謝的提醒，直接點燃了對方的火氣。男子當場反問：“拍照有意思嗎？你影響我跑步了。”連聲要求女子把相機拿走，並且越說情緒越激動，直接就開口辱罵。女子第一時間說：“我的錯，我的錯，對不起。”可是男子不依不饒，追着女子反覆逼問她是哪裡人，一口咬定了是女子違規占了跑步的道，全程出言不遜，氣焰囂張。女子一直在反覆道歉，直到最後被逼得沒轍了，帶着哭腔說：“那我給你跪下道歉行嗎？”男子直接回：“那你就跪下吧。”更離譜的是，男子自己主動撥打了110，報警稱女子違規占道，嘴裡面反覆念叨着：“我在這兒跑了20年的步，頭一次遇上你這樣的人。”整個爭執持續了5分多鐘，女子從一開始的禮貌客氣到後來的害怕求饒，全程說話都是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的。有網友看後說，隔着屏幕都覺得窒息，不敢想那個女生當時有多無助。還有人揪出了細節說，女生從頭到尾都帶着禮貌，就連拒絕打擾都加了謝謝。更有網友點破關鍵，那裡明明是公共觀景步道，根本不是什麼專用的跑步道，那憑什麼拍照就算違規？針對男子口中的違規占道的
說法。記者也專門諮詢了當地的文旅部門，工作人员明確答覆，目前並沒有規定公園步道不可以拍照8月20號，当地公安發布了正式警情通報，針對網傳女子被男子辱罵糾纏一事，已經立案開展全面調查，違法行為人目前已經到案。不少人在討論這名男子會不會拿着精神有問題當免責的擋箭牌，对此有律師給出了專業解讀，法律從來不認隨口一說的精神問題。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只要經過法定的司法鉴定，確認事發時行為人完全不能辨認控制自己的行為，才會不予處罰。同時要責令監護人嚴加看管，如果是間歇性精神病人精神正常的時候違反法律，該怎麼處罰就怎麼處罰。回看这件事情裡面的男子能夠清晰的跟人爭辯對錯，能夠主動的報警陳述事由，能夠拉路人給自己作證，思路邏輯相當的清楚。要是單憑一句精神有問題就免責，等於讓受害者平白的為別人的情緒買單。律師也明確表示，這件事情已經不是普通的口角爭執，持續辱罵、追逐攔截、逼迫他人下跪，已經涉嫌尋釁滋事和公然侮辱。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是可以處拘留和罰款的。那麼我們普通人在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應對呢？我們記住下面的2點，關鍵時刻能夠保護自己。第一，遇上了這種情緒失控的人，不要去硬碰硬，不要去糾結誰對誰錯，第一時間往人多的有監控的區域走，然後及時報警。第二，報警以後按照流程去制作筆錄，記得索要受案回执。如果对方拿精神病當借口，可以明確提出異議，要求核实鑑定。這起事件裡面，女遊客的處理方式也給我們提了個醒，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幸福者退讓。很多人會覺得明明自己沒有做錯，憑什麼要先道歉？但是出門在外，遇上情緒不穩定的人，不糾纏，先退讓，不是懦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自保的智慧。退一步不是認慫，是先把自己從危險裡面拉出來，再用法律的方式去討回公道，這才是最聰明的做法。最後我想说，這件事的本質早就不是跑步和拍照的地盤之爭，而是公共空間的邊界感。其實公共場合人來人往，誰都難免互相影響到，就因為一句你影響到我了就當場破防，暴走失控，真的完全沒有必要。成年人最基本的修養就是穩住自己的情緒，一點小事就揪着不放，對着陌生人肆意發洩火氣，既失了分寸也踩了底線。多一點邊界感，少一點戾氣，情緒穩定，好好說話，才是一個人最基本的體面。真相就是他不是有病失控，而是有恃无恐，不是情绪錯亂，是刻意找茬。他清楚自己在幹什么，清楚女生孤身一人好欺負，清楚自己可以随便顛倒黑白，清楚事后装精神病可以脱罪，这才是最令人愤怒的。老實本分的外地遊客遵紀守法，禮貌待人，只想拍個風景照，無端的遭長時間的圍堵、辱罵、恐嚇，卑微道歉求饒，仍不被放過。這個二逼是全程清醒啊，然後呢，這個女的全程忍讓，最後卻讓受害者體諒她可能有精神病，憑什麼呀？法律底線絕不能被這種套路擊穿，口頭自稱精神病絕不等於法定精神病，有沒有病不是當事人說了算，必須得是司法鑑定、正規醫學診斷說了算。清醒的蓄意作惡就必須承擔清醒作惡的代價，有預謀的尋釁滋事絕不能用一句精神有問題輕輕抹平。這件事呢，最核心的追問只有一個：清醒找茬、蓄意霸凌，全程邏輯在線的成年人憑什麼靠一句事後嘴嗨逃脫法律的制裁呢？法治社會絕不允許好人受委屈還要大度，惡人裝病就能免責，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就得把它送進去。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